它越骑越紧。但是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的灵异前线，我是歌唱的秦。今天我来到这个地方，其实就是最近新闻闹得非常大的一个地方，就是我曾经来过很多次的鬼庙，被遭遇到严重的破坏。那我今天呢，想透过这些器材来询问他们，看看他们会非常的愤怒对于这样的行为。但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答案了吧？不过呢，还是用科学器材来测一测吧。那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赶快一起去看看这里被破坏的变成什么样子吧。来，有没有看到？其实呢，这个跟我当初来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甚至你看，这些神像都被人家丢弃在这个地方，被毁坏成这个样子，桌子啊等等之类的，其实真的非常的要不得。真的是太过分了。然后这个我记得之前都是放在桌子上做祭拜的。甚至那时候看新闻的时候，这一尊观世音菩萨像，我记得他是站在一个台子上的。那这个台子呢，现在好像在这边。哟，看新闻那时候他好像被踢倒了，真的是太过分了。对啊，但是据说发生这样的事情上了新闻之后，这附近的里民有来做处理，就是把那种摆正放好。但是有一些东西它是无法做修复的。这个阿嬷的房间也被烧掉了，里面还有一张古董床嘞。这边就正常，实在是被损坏的好严重啊。其实呢，我自己在拍摄的时候，我会尽量不去打扰自己的邻居。就是我自己在拍摄的时候，我不会去打扰周边住户跟邻居，甚至我来这种地方，我知道他们的存在，可是呢，我算是来打扰，但我不会对他不尊重，我是打从心底去尊重他们这样子。这几尊我还有印象。
这几尊就是正常的哦。我记得那时候来的这些桌子都是好的，平安灯塔也是好的，也没有歪。地藏王菩萨没事，这一尊也没事。天哪，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？这些屁孩到底在想些什么东西啊？这些神像真的是被毁了，头都掉下来了，被砸成这个样子，实在是哦，真的是诅咒哦。这个地方有什么故事？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。这个也倒了，你用倒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不会担心吵到附近的邻居吗？你连人都不懂得尊重，你又要怎么样好兄弟来去尊重你呢？但这些东西他们就敢破坏。真是屁孩一个哦，不应该说屁孩好几个，真的很想把这些屁孩丢到千木元素海。你要怎么破坏随便你，最后走不出来是你家的事，不是很厉害？我这样讲好了，虽然我知道它是鬼地方，我也知道这个地方有好兄弟的存在，可是呢，我不破坏。我也尊重他们，这句话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。但是我必须说，他被这样子损坏，某方面来讲，我还蛮痛心的。即便他这个地方是很恐怖，但说真的，我觉得我拍完我就希望它维持原貌。所以呢，某方面来讲，我不会告诉大家说我拍摄的地点在哪里。因为我不告诉大家是最主要原因，我不希望有人再来破坏它。你们只需要知道他自己的故事就好，破坏的事就免了。这里的东西就不破坏了，只专门破坏那一些了，然后在这边涂鸦。所以某方面来讲，我真的觉得日本的废墟保持的比较良好。虽然他们有一些比较拔辣的点，大家常去的点会遭受到严重破坏。我还记得，我曾经在这个地方直播，人数有破万过，在脸书上面。所以我对这个地方也是充满了感激。那时候好兄弟也很配合我，会不会某方面来讲也是因为我之前直播太高调了，导致这个地方让越来越多人知道呢？不知道，但我觉得啦，看头发，那这头发之前就据说是有人切下来是要诅咒人的啦，但实情是怎么样我已经忘了，而且那是真人的头发哦。不知道说什么比较好呢？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今天这一集的拍摄方式会不太一样。
我会分一样是上下两集，可是今天呢，感应跟拍摄环境的一个介绍是完全分开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在这地方，我第一集只把这边现在的状况拍给大家看，第二集才来做感应。那至于感应，我想要问的问题，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，我想要问些什么问题哈。以前哪有这个样子？那这游记本来贴张符也不见了。怎么可以破坏成这个样子？然后这都是骨灰罐哦，骨灰罐还好，都很正常，但有一个已经被打开了。里面好像东西耶，有没有盖子啊？这样子觉得好像不是很好哦。有水的声音。我觉得某方面来讲，他们应该是相当的愤怒，所以说才有这么多的声音。恐怖的氛围，我觉得比以前更加倍了。以前顶多只是来这样子吵他们，可是现在变这个样子。实在是很糟糕。刚刚好像有声音，然后好像是猫猫跑进来了，所以说猫是很有灵性的，不知道是我在讲这些东西使它靠过来了，这我不知道。大家可以看看，我照清楚一点给大家看。钟还正常啊，之前也是有屁孩来要敲钟，然后最后没人敲的时候，他自己会响，都是屁孩的行为。其实我说真的，有时候真的没必要自己吓自己，明明就是一个，就没有很恐怖，然后在那边弄到自己，然后就要让自己壮胆什么的，把自己弄得好像很厉害，怎么样，但殊不知。会做这样的行为，你又有多厉害呢？对不对？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比较好。蛮痛心的，只能这样说。好，这地方故事其实早期就已经有说过了，那我这边简单稍微跟大家提一下，这个地方什么故事？神像里面住的不是神。是好兄弟，然后这里呢，据说有一个老伯伯存在。那早期呢，在那边的一间房间里面，有人躺在床上，据说感觉床在摇，仿佛就是老伯伯好像住在那房间。那我之前有带人来，好像也有感受到老伯伯的存在，甚至一直跟着他这样子。然后来这边中邪的事情就不用讲了，比比皆是。然后后面一堆人来，常常有一些怪事情。其实
我自己来的时候反而没碰到什么事情呢，只是感觉那气氛特别的不对哈。好，那我来做个 ending 吧。其实这一集我觉得是还蛮沉重的一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被破坏成这个样子，从头到尾我一直在叙述这个地方早期怎么样的。我只想说了，现在很多人喜欢探险没有错，但就像我讲的，你探险你都不懂得去尊重旁边的邻居，制造这些噪音，去影响这些邻居的话，那我觉得你来这种地方，你出事只是刚好而已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呢，是真的还蛮痛心的。不管是对这边的好兄弟来说，还是对我自己来讲，都很不喜欢碰到这样的情况，尤其他又上新闻。好，那今天这一集就差不多做到这边为止。接下来呢，明天第2集我会把感应全部集中在明天。我想来询问看看这些屁孩的所作所为，他们会不会相当的愤怒？那我们就明天见，拜拜。它越骑越紧。但是